新北市坪林区地处新北市的东南端，紧邻宜兰礁溪，因位于翡翠水库的上游，成为双北唯一的全区水源保护区，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双北的一块净土。虽然常被与新店的大坪林搞错，一般来讲，你说远就是坪林就远了，可是坪林那边好像有捷运站，对不对？没有捷运站，那是大坪林，那是大坪林，那是新店的大坪林。但坪林可以说是以文山包种茶闻名，各种茶叶产品如数家珍。我觉得坪林是个怎样的地方？边那真是好所在，好山好水通人知。文山包种出名是全世界，所以你若要买茶，一定要为倒来，为边拿来呀，边拿来。地理上，坪林是北宜公路的中继站，在雪山隧道开通之前，可说是热闹非凡。以前没有雪隧的时候呢，北宜公路是必经之路啦，所以以前说大停车场在哪里，就是在我们坪林的坪林站。听说啦，这边还没有24小时的超商的时候，我们这边的小吃摊就已经24小时，早晚轮班。对，他们以前常喊什么“差米几巴本寿熬标”，因为雪隧开了之后，这边的观光产业直接掉了6到7成。不止如此，今年更因为跑山盛行，著名的山道猴子的一生主场景就位在坪林，同时坪林也是哈哈台新北市地区街坊最后一块拼图。今天就带各位一起来看看上班时间的坪林闲人。首先，这位老板相当热爱坪林茶。我们常说我们喝不完的茶倒在溪里面，就是散给全台北市人喝的这样子。坪林这边的包种茶嘛，应该台湾排行第几？说第2没有人敢说第1吧。它比较清香。我爸中部人嘛，他们喜欢喝就是高山乌龙，他们就喜欢喝那个喉韵啊，就是很重啊。带着坪林的茶叶回去，你爸给你的那个回馈是什么？他真的没逼这样。而关于包种茶比较没有味道这点，这位阿姨要澄清。因为包种茶它是条状的，它很蓬松，我们的一斤是这么大包，但是南部的乌龙茶它是球状的，所以它一包才这么一小包就1斤了。你如果茶叶同样的多，泡出来的茶叶其实不会说我们包种茶比较淡呐。你叫我喝乌龙茶，我也喝不习惯。再来一个小知识，北部的茶英文是 Bubble Tea。文山包种茶，台湾10大名茶之一，外观形似条索状，色泽翠绿，盛产于文山地区，包括新店、石碇、深坑、汐止等都是产区。尤其与坪林地区产的包种，因为土壤气候特别出名。我那时候去查了一下，其实包种茶它是全世界制成最麻烦的茶，它要6次的翻面，不断的去翻炒它，让它可以均衡的发酵。既然如此，我们实际找到包种茶农问问。我刚刚有访到一个他也做茶叶的大哥，他说他据他资料看到的喝包种茶的这个步骤是最多的，对，是真的吗？没有。哇！你知道这一条有多少间茶行吗？100多间，就是北部跟南部种的不一样。茶种一样，它产地做它的特色，所以其实是同一株苗，对，同一个东西。可是产地不一样，是光的照射不一样，它茶叶拔起来的香度不一样。包种是因为是外观叫包种，它不是它的名字叫标种，所以它其实全部来说，它们全部都是清新乌龙。只是可以做成包种红茶跟乌龙茶。对，也有金萱茶。なるほど。我小时候在采茶的时候，这边的话背一台那个收音机啊，他讲故事，我在听故事。他唱歌我也唱歌。周杰伟的采茶都在讲他们家孙子的笑话，他以前的笑话，黄色的笑话，什么笑话都有80几岁的、70几岁好会讲哦，讲很粗鲁的笑话。那你可以讲一个给我们听吗？不行。什么笑话？我想听听看。登个猛林拿嘛。哈兹卡西。像我爸爸他们那一届的，他们也不会写字，也不知道，所以他们呢谈恋爱，他们都是用你一句我一句，就用那种修波我播几句给你听香包歌。透早满地淡露水，艋甲一脚是水水水。今日满地伫一位，等无过来时心袂开。
互相称赞的歌，就是你一句我一句啊。所以在以前这个年代哈，他们比谁？比那个张帝，他们比张帝还厉害。所以这个是他们自己写的哦。对呀，我以为是流传下来的。没有，那个时候谈恋爱才真的是刻骨铭心啊，哪有现在年轻人说在一起就一起，说分开就分开。坪林因为家家户户几乎都会做茶或卖茶，我们还发现一样惊人的特色：整个市区没有任何一间连锁手摇饮料店。我如果在坪林买手摇饮就怪怪的。如果朋友要来坪林找你，然后说，你那边没有德政对不对？啊，我买德政过去给你。德政什么？你在做茶的人，你有没有喝过超商的那种罐装的茶？现在比较没有，因为你要喝无糖的茶，就喝家里的茶就好。手摇饮都喝，主要是喜欢喝它的口感，加料的东西。所以不能喝手摇饮无糖的茶，是不是？会觉得有点蠢。你会喝便利商店的那种瓶装的乌龙茶吗？好，我跟你讲3个字，绝对不会。不要说乌龙茶，连包种茶，所有它里面的茶品3个字，我绝对不会。我都教育我的小孩，你们如果要买那种茶，你干脆你就喝白开水，你要茶包泡的才是真正的茶。你有喝过手摇饮料店的茶？没有。那个我都不喝，那个我都不喝，我完全都不喝。小孩子回来都会说啊，妈妈，你最喜欢喝的包珍珠奶茶，我帮你带回来。我说妈妈爱吃的是珍珠，不是那些奶茶。那你怎么办？你把珍珠捞起来吗？对，我都吃那些珍珠。配你自己的包种茶喝吗？会啊，我会自己做啊。茶农魔女，这位甜点师大哥近年返乡开店，最后一块净土，因为我们家有水源保护区啊，我们这边不能养鸡。不能养鸭，我们自己有27甲地，通通不能开发，你只能原样原貌。你以前有种茶的，现在才可以种茶，你也不能够再重新开发一个茶园来做。我今嘛靠山，不能吃山，所以家拢转几块老黑人啊。坪林人心里会不平衡吗？非常不平衡。我们曾经去抗议过啊。抗议什么？502啊，我抗议啊。我控你呀！连最后一块净土也难逃谐音梗入侵。若要说到坪林近年来最大的开发，就不得不提到雪山隧道。在过去，台北宜兰只能透过北宜公路往返，路程曲折，大金面山路段还有9弯18拐的称号。以前开货车的人几乎都会丢名字哦。为什么？祭亡魂啊，就是怕抓交替呀。那你们自己会听过一些什么乡野都市传说？我上次去宜兰的时候，就是9弯18拐嘛，要转过去的时候，方向盘它好像有人把你去抓去撞山壁，还好我开得很慢，如果很快的话，一定就翻车。2006年，连接新北坪林与宜兰头城的雪隧开通后，将过往单趟动辄2小时缩短至最快40分钟，城乡之间的距离可以更近。我们这边呢，到101只要25分钟。我们大概25分钟就可以从这个原始的环境享受到华纳维修，但是我们用20分钟，我们又可以到礁溪泡温泉。此工程贯穿雪山山脉，可以说是相当的艰难。不只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双孔公路隧道群，至2023年，雪隧还是亚洲第9长的公路隧道。但是坪林人对雪山隧道可以说是又爱又恨，这就不得不提到当年的历史。其实当时候盖雪隧其实是没有下坪林这个交流道的，全体大家去抗争而来。对，你可以问街上说不定有些阿公也参与抗争过。我们当时抗议是要交流道下来，我们现在的不是交流道哦，它是那个行控中心。对，行控中心。他们的理由就是石碇到这边路途很短，石碇有交流道，这边就不要再有交流道。当时是这样，抗议我也是其中之一。你也去抗议，在那边抗议啊！你叫我们说要保护水源，那又不让那个车子下来，那我们怎么过活？我们没有生意做，怎么过活？当时他有限制，我们一天只能下来几部车，他就是怕下来是会污染水源呐。我们要下来我们家，还要通行证给你看，没道理吧？晚来，当年因为坪林是水源保护区，在诸多的考量下，原先并没有设立交流道。土地用坪林的，为什么坪林人不能使用？我们那时候就把它围起来，好啊，你们不要过就不要过，就一堆做农的啊，他们拿锄头拿什么，好，下面全部都去啊。出入比较方便，有利有弊啦。身为坪林人的话，你会希望盖那个雪隧吗？
我还是希望它会改，因为这对交通上面，不管是经济上面或是战略上面都蛮重要的。而雪山隧道大部分的区域位于坪林，按照惯例应该是命名为坪林隧道，但据说当年遭到头城居民的抗议，后来考量工程贯穿雪山山脉，所以决定改称为雪山隧道。你会希望它改名叫坪林隧道吗？非常希望。以后就不会大坪林跟坪林搞混了啊！雪山感觉比较厉害吧？雪山山脉，我们是小小一个坪林呢。他如果叫宜兰隧道，就真的要生气了。对，叫雪山也没关系，还不错。你比较喜欢雪山隧道？雪山隧道，雪山感觉比较有格局，可能跟雪隧比较好听，有比较高的感觉。世间的万物总是息息相关，雪隧开通后，还间接造成了某种影响。有了之后，那一条台九线，就所谓的北宜公路，大货车比较少了，然后就很多年轻人就开始家别来开哦，就来家骑。跑山是骑车爱好者在山路上高速驾驶和展示技巧的活动。近年因为知名的影片《山道猴子的一生》爆红，影片中的场景便是北部跑山者热爱的北宜公路 ，AKA 台九线。而因为路段就位在坪林，当地人对此心情复杂。你会感觉到这边真的很常出一些交通意外吗？可能2个月、3个月就会听到说谁在有车祸走这样子。我们这边的救护车都休息1到6日，超忙。配车晚上配到我都没办法睡觉，我得有3只鸡买来买，晚上配到不行了，讨厌。太危险了啦！你知道北宜公路多少那个骑车失事的那个人吗？其实，在那边骑车的都不是我们坪林人，都是外地的。但他们在那边骑，应该没有影响到你们吗？如果在马路上的人会影响，因为他们都啪啪啪那么大声，好不容易才睡着，你又把我吵醒了，抗议也没什么用，他也不是什么犯法。骑欧多拜那拉转那个很吵而已，因为那毕竟是个案啊，跟整体文化又是2回事啊。猴子就猴子，改不了也是没办法。但也不是每个当地人都反对跑山者，只要不要太离谱的啊！我有时候开车时经过，我还go go go。你以前也是跑山的人。爱玩一下啦，去那边凑凑热闹，看人家在那边飙车啦，他都帅啊，就很多人。现在的年轻20岁左右的人，他们一定都会有这个经过，包括我自己一样。我都买来就贵耶，改钱搁比那车较贵。你是说改车改到最夸张是改到怎样？车身还要加1000块，我们跑得太快，车子会飞起来。要停车的时候不是有个那个中度吗？我们以前碰到，比如说，我是骑这样的车，你也是骑这样的车，在行进间把那个后脚架往地上踩，就火挖出来，呼啸而过啊！那你现在怎么看待这些年轻人在跑山？黑白乱舞。你不是以前也这样吗？当初年纪轻不知道啊，如果再重新再回到，还是会去跑，因为年轻嘛，不能留白嘛，但可以流血。我蛮知道他们享受的是什么样的感觉，就是那种自然风的感觉。我们开车的人永远都无法度去体会到。但是父亲节当天，我就从新店骑我的老伟士牌，3、4个朋友就骑着老车慢慢骑，结果对向有一台无照驾驶的小朋友他就雷惨，天时沟通地火，他就雷惨过来撞到我的伟士牌，我整个人就飞起来，然后撞下来，这边就开放性的脱臼，骨头插出来啊。那你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叫那个跑山的人有一个称呼叫山道猴子，有听过吗？有啊，你知道我就是去山道猴子弄掉的呀。而现在的山道猴子们究竟是怎么想的呢？跑山为什么可以让他们如此着迷？我们直接到著名的财贸湾访问，看看上班时间的山道闲人们都在做些什么。现在是平日早上还不到8点，已经有人在此集结。你们除了跑山之外，你们私下还会交朋友联络吗？会啊，就是干你车很帅帅哥，你车很帅，认识一下这样。我们是进站猴。你们一周大概跑几次啊？每个礼拜天早上6点半，大家会出现在山下一起跑山。为什么要6点半？很早其实今天现在才快8点你们怎么那么早就来？因为早上比较没什么人，会比较好跑。从以前跑山到现在，有没有遇过什么印象深刻的故事？哇！请说。我不是说前面有一个咖啡厅吗？对啊。然后不是警民合作吗？那边会摆零检站。我6月底的时候，我从那边出来它是出弯点它是一个 U 型过去，那警察直接跳出来拦我他直接这样子跳出来拦我他可以直线摆个零检站，像平常用路的那种设零检牌，然后这样子拦。
他至少人不要跳出来吧？那你人跳出来啊，我摔车，你撞到怎么办？他们热情的带我们参观车子。这台是什么？近战时代，我也是骑近战，同一台哦，就完全长得不一样。我改这台车运气很好啦，就是会有一些人可能刚好不玩了，或是有一些认识的人有多的东西可以便宜卖给我，所以我这台车目前花不到10万。但是还蛮贵的呀，你说包含车子本身吗？不包含车子本身。此时杰尼有个大发现，因为连那个加油盖都可以改，就是那个油箱的盖子，限量的，限量的，它这里有编号，所以这个其实不便宜，是不是？这个4000多，这个盖就要4000多，一个盖子而已。为什么会愿意改？就算。这个东西是什么？监控电脑的啊？监控电脑会有转速，还有引擎温度什么的。你看到这些数字要干嘛？没有，这其实就是好看而已。哦，帅4为1。而为了追求安全或是车子性能，跑山的人通常也会改车。你们砸了很多钱在车上面吗？蛮多的。你愿意透露大概几位数吗？或是怎样的数字？大概2位数。2位数，你说20块之类的。10多万。你车子本身多少钱？4万为。所以你改车的钱比车子本身还多很多。所以不能一开始假如人都改好15万，但是都给你改好，你不用自己动。那我不会想要买自己喜欢的改装品装上去，然后自己用车完整。你这样改车有为你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吗？越赶了。山道猴子的一生中，带出了车圈男多女少，因此女生特别受到追捧的现象。敢真正是安呢？毕竟这圈子是大多数是男生嘛，所以你只要长头发、长了奶，人家就看到是女生骑车，哇干，就会开始有一些敌沟。他就一直黏在你后面啊，他明明就可以超你车，他就不超，他就一定要黏在你后面，让你压力很大，让你关注他。然后还会有很多男生狂传讯息，就是你每一则限时动态他要回，好正、好辣、好喜欢，可以跟你一起跑山吗？可能我今天限时动态发我人在红炉地，马上就会跑上来。真的假的？一定不是只有我有这种感受，一定有很多女生会这样子。社团其实蛮双标的，如果你看到妹子在上面，你就可能就会看到下面刷一排男生啊，哦好顶什么什么之类的这种，一堆耳男在下面留言。我在北遇到很多男生可能会回头对我比个赞，但是我男生朋友可能跟我一起去，会觉得你挡到我路了。能遇到女性车友，真的会比较包容，会比较兴奋。可是像你那种很明显后座有载女生的，你会得到什么眼光啊？我觉得是嫉妒的眼光吧。我是有听过，就可能我坐在那边，然后我看到有一个男生载一个女生，然后可能那男生不咋地，然后你可能就会听到旁边有人说：“凭什么我输在哪？输在哪？输在这里。”猴子是台湾车圈的流行用语，意指行为像是未进化猿猴的人，通常是骑车动作比较夸张，或是为了耍帅，比较不注重交通安全的人。许多人也会用狠猴来自嘲，就是很喜欢，就是例如说看到开一台车，然后就会去贴他，然后就一定要跟他竞速这样，或是就是讲话一直很呛啊，火药味很重，因为可能玩车的女生或跟男生都比较年轻。就可能18、19岁啊，刚好这个年纪又是青春期吧，所以大家这样青春期的聚在一起，就多少也会就像山道猴子演的那样。你们跑山的、骑车这些车友，你觉得有被污名化吗？我觉得某部分是污蔑，可能有少部分的人骑车是这样子，但不代表全部的人都是这样。是什么行为出现才觉得是危险行为吧？就是你在过弯的途中，那有人突然从你外面这样过去，这是很危险的行为，因为你在过行角的时候，你的车子的角度会是最大的。那如果有人从你旁边这样过去，你当然会吓到啊。你说他是山道猴子，对啊，你不是吗？我不是，我还好。为什么他是你？也没有，就动作比较多。就比如说我今天要左弯，我可能身体就会出去这样。我不是本来就要这样吗？没有，不一定啊，就是有些人会觉得说这动作很没必要，但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就只有重机才可以整个身体挂出去，因为觉得速可达就是一个塑胶车，可能没有必要做到这些这样。我有另一群朋友，他们都会叫我车圈女，然后我就会很生气，因为我不喜欢被贴标签。就你朋友会叫你车圈女的时候，你都会怎样？然后会说没有啊，他才是这样。你们自己就是在车圈有什么分辨猴子跟不是猴子的方式？可能戴阿帽啊。阿帽是怎样什么？就是3/4，那个摔出去撞到下巴会直接脱臼，不然就是断牙齿。这就是阿帽。而在车圈中，其实有一种金字塔，就有些人会觉得速可达，然后可能红黄牌，然后再上去可能4轮这样子，其实会有4轮也会来跑赛，他们可能会觉得塑胶车是最低的之类的。黄牌跟白牌之间有一条鸿沟，你白牌想要认识黄牌，基本上黄牌都不会理你。
他如果是骑 QC 上来，一眼都不看嘛。我不太懂他们白牌的浪漫，我眼里觉得白牌的苏格达就是一个拿来通勤代步用的工具，就它不是拿来做性能跟马力上面的功能。白牌苏格达，你就算花50-60万，你改得再大都不会跑得比红牌快。改苏格达是有点浪费钱哦。但你有因为就是有一点红牌嘴脸，然后有在车圈树敌吗？目前还没有过，因为我不太会没事主动去跟别人说，干这台车很烂这台车好废哦，不会主动去这样跟别人，心里的想法而已。对。现在大家都知道了，男子今天其实是上山来拍追焦照的。你有没有什么看到什么印象深刻的画面？有啊，刚刚他们是特别绕了好几趟，然后对你摆。对，在车圈中，除了跑山的人，周边还有另外一种角色，就是追焦手。他们通常会在腹地比较大的弯道等待，在车子过弯时候拍照，并在事后上传到社团，无偿提供给大家取用照片。我是有缴学费去做摄影学习，拍追焦只是拍好看而已。我是社大的学生啊，我是手机摄影的，然后就是老师刚好在教这个追溯。这是初始照片，这样很厉害啊！对，还没有修图。刚才说你们都会上传到一个网站上，叫寻宝网。它的网站比较特别的是，不管什么东西都会放上去，就极限运动类型的照片啊，或者是冲浪类型的照片也会有。在 Facebook 上面有一个北宜追焦社团，那我们会把这个网址贴上去。它其实像是另类的云端，而且可以保留画质，不受到影响。我有22万人呢。因为有路况回报，所以假如说哪边有警察，大家互相通报嘛。也不算是，就是可能有人摔车啊，或者是路上有碎石，或者是地板上有沙子的话，就会提醒。但近年来车祸频传，有些人则认为追焦手的出现会导致跑山的人分心出车祸，也因此有时候警察会规劝，甚至传出了要开罚追焦手。对，我就是怕会被罚钱。我刚来我就先问说会不会被罚，刚也很紧张，是不是？当然我们要守法啊，就是说因为怕造成他们分神，对，然后摔车。我以前有被警察劝导过，他们觉得说，因为我在这边拍，所以这些车才在这边刷，但是我觉得拍照是我个人的兴趣嗜好，也没有办法管到我这样。这条路骑车人很多，才会有追焦手，不是因为这边有追焦手才有人在那边骑车。特殊那么，你会因为测速而摔车吗？你这道理来讲，你不可能因为追焦的事情就发生任何危险的事情。你怎么会去怪一个摄影的人呢？我也可以说我在拍鸟啊。他们也发生过不少次车祸。这个蛮大的疤这是发生什么？你愿意讲吗？可以啊。是怎么了？就在一个很小条的山路，然后有一台公务车停在他的车道，然后那台轿车要逆向超那台公务车，然后刚好是在他的进弯口，我的出弯口，所以我出去的时候看不到他，然后他一进来就直接撞，就是我的头在他的后轮的车底，我要自己爬出来我就趴在那，然后他一下来就你有没有保险？你有没有保险？他在这里摔车，脚比较好，开始回来骑车。过弯我可能都会放超级慢的速度，我要让有人在我前面，要撞先撞他，我可能在后面急刹，没事这样子。对，我可以帮他叫救护车啊，但我不要受伤。你们都没有想过出了这车祸以后，觉得好危险算了，不要骑啊。没有，其实我出车祸大部分是在市区，3次车祸都在市区。而他们还加码分享道路礼仪。过卡车我们都把他叫学长，学长可能看到后面有车，他们在这种他们都会主动让，他们会打方向灯，然后手可能会比出来这样子，叫你超他。对，然后我们超过去就比个赞这样子。所以你们经过学长或是会给他一个什么感谢吗？打个双闪或比个赞啊。之前有去一个叫台七，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那边通常不会有学长，通常都是一般轿车，因为轿车他可能就在那边慢慢开啊，然后你可能要超他车，他可能就偏一点，然后就过来一点，故意挡你的。对。即使遇到不友善的对待，即使身处危险之中，他们还是继续跑。跑山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呢？边骑车边听歌很爽啊。有时候不开心的时候，骑机车吹风，就会比较放松一点。过弯的感觉啊，可以驾驭那台车的感受。我骑车是否自己，但我并没有伤害到他人。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情吗？就跟每个人都有兴趣一样。最后，北宜路段为了降低车祸的发生频率，政府除了安排警力之外，近年设置许多区间测速。根据数据来看，事故率确实有减少，但是真的是如此吗？那个区间可能一段2-3公里，然后他可能规定你要40，会塞车。因为政府单位他们认为说，用区间测速会降低出车祸的风险几率。你们自己有干嘛？没办法，完全没有用。会撞就是会撞，管你骑多少，你就叫每个弯你都叫警察在那边站。让这条路无法再跑山。对，除了这个，我觉得没有办法，没有。但这条路不能跑，大家会去其他地方山跑吗？对啊，你只是把这一群人赶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让另外一个地方的政府去担心这件事情。
它就是一个 bullshit。我觉得没什么太大的作用，它的实质性作用只有吓阻大家而已。我觉得应该从考照开始吧。台湾的考照很简单，我们说亚洲地区好了，其实日本他们的考照严格制度会比我们再多很多，他不会这么轻易的就直接考过驾照，他会比较偏向于就是实质性的问题，或者是在你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会有一个概念给你，而不是台湾只有题库，但你要自己去想说这个东西该怎么去处理。该改变的是骑车的人，而不是那台车子吧。结论：追风是自由的，但安全才能让自由成为现实。笛卡尔并没有说过。是的，感谢各位观众多年的支持。除了上次马祖街访是我们全台县市街访最后一块拼图之外，这一集坪林区街访也是双北地区的最后一块拼图哦。但不用担心，哈哈台街访还是会继续做下去的。欢迎留言告诉我们还想看到哪些街访或题材。我推荐所有人要去看防空洞导览。柏林的地底下有非常非常多的坑道，因为那时候柏林围墙建起来之后，那个时候的人没有以为柏林围墙会是一个很认真的东西，所以有很多人因为这个墙一夜之间，他们就直接妻离子散。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就是会用各种方式从东柏林逃到西柏林，就例如说你挖地道。我们那时候就认真去走那个坑道嘛，然后他就跟我们讲说啊，现在这个坑道是什么59号坑道的，然后我们就问说，这个数字代表什么意思？他说因为这个坑道逃出去有几个人。59号的话就代表说59个人，这个坑道只有59个人成功逃出去。那个导览讲了一个故事，就是他们某一个坑道里面，其中有一个人他可能原本是，例如说可能双面间谍之类的，他的工作其实是在这29个人进去这个坑道之后，他就要给出信号，让外面东柏林的人直接扫射这个坑道里面。然后他有点像自视，他是自视，就是他让这29个人过去之后，他就在坑道的门口说下令可以开枪，可是其实那个枪都射在他身上。哇，就他一个人他自己一个挡住大家，对，然后让其他人逃走，这样牺牲自己让这29个人逃过去。说故事的人就是因为他妈妈那时候也是从这个坑道逃过去，他觉得他就小时候他妈妈也是这样逃过来，所以他背负了这个想要传递这件事情的使命，才来当这个导览员这样。共同听咱 Podcast 的完整版，请上各大平台搜寻哈哈日记。太 Original。